你的手干嘛？爸爸，你拍手他。爸爸，拍上我的照片，你拍不到了，爸爸。看到上面这段畫面，你也許會想，這是哪個幼兒園的孩子們因為想念爸爸，所以不停地在喊爸爸。結果呢，你可能是想象不到，這些孩子不是自然出生的，不是同一個母親，而是透過美國合法的代孕制度，被計劃性的一個一個的生出來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父親，那就是中國的億萬富豪徐波。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美玲。首先祝大家聖誕快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中國的富豪們如何在美國通過代孕生產美國公民，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龐大的家族勢力。讓我們把目光先回到2023年的夏天，在洛杉磯的家庭法院內，法官 Amy Pellman 召開一場保密的聽證會，審理一名叫做徐波的中國的億萬富翁。他在為孩子申請父母權。不過呢，法官驚奇地發現，有12個尚未出生以及已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反覆出現在同一申請人的徐波的名下。當時呢，徐波本人並未現身法庭，而是通過視頻連線的方式，在翻譯協助下出庭。徐波說，自己因為長期居住在中國，希望未來通過美國的代孕方式擁有20名左右的孩子，而且呢，更偏好男孩，目的是讓他們將來接手自己的商業版圖。那不僅如此呀，在聽證會上，徐波承認自己因為工作繁忙，還沒有跟孩子們見過面。這些孩子目前由保姆在加州爾灣照看，等待相關的文件批准後返回中國。那麼對於徐波的這一說法，法官感到非常震驚。法官認為，代孕的初衷是幫助家庭建立親子關係，而不是進行規模化生育。最終呢，法官罕見地駁回了徐波的侵權申請。這一決定使得部分已出生或即將出生的孩子短期內處於法律身份不明確的狀態。徐波的事件近來在國際媒體與社交平台再次引爆了輿論，原因就是12月13號，《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題為《中國億萬富豪在美批量代孕，誕下數十甚至上百美籍子女的調查報告》。文章中說，徐波等中國的億萬富豪透過代理孕母在美國生下數十名甚至是上百名的嬰兒，目標是建立人數龐大的超級家庭 （mega families）。但這些人以游走法律邊緣的手段挑戰美國民法規定，也讓協助完成代孕計劃的保姆、試管嬰兒機構、律師事務所受到檢視。徐波今年是48歲，他是中國網絡遊戲公司多益網絡的董事長，身價是人民幣275億。徐波長期在社交平台上不遺餘力地推崇一夫多妻制，反對女權，反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反對女性擁有生育自由等。徐波本人也公開表達對大規模生育的向往，曾寫下希望擁有50個高質量兒子。他的公司近期也確認，通過美國代孕方式，徐波也有超過100名孩子。那不僅如此，2024年，徐波把一位自稱是二妞媽的前女友湯靜，因為巨額金錢糾紛告上法庭。而這位湯靜隨後在微博上爆料，徐波實際上絕對不只有100個孩子，而是300個。這消息驚掉大家下巴。來聽聽下面這幾位博主的介紹。在官司中，湯某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彈。他說，過去10幾年，他收到的數億資金，絕大部分都用於維繫和徐波那個擁有300個孩子的大家庭的日常開銷。當網友質疑是不是多寫了個0時，他斬釘截鐵地回復，沒有，只會少寫不會多寫。更驚人的是，徐波本人似乎並不否認自己龐大的生育計劃。他此前就曾公開宣稱要為中國而生孩子，目標是生50個，甚至自豪地自稱中國首富。據爆料，他一方面通過相親網站尋找伴侶，另一方面則利用代孕技術來實現這個目標。湯靜這次更是控訴，這些孩子像小白鼠一樣被當作一場實驗，
生活在陽谷般的優勝劣汰中。這個徐波公然挑戰人倫道德，曾在網絡上公開招募女朋友，要求膚白貌美大長腿，另外還得智商超群，有學識有文凭。他这可不是招募一個，而是廣泛的招募。招募來的這些女朋友就一個核心任務，給他生娃，大生特生，然後暗示可以以此獲得大筆的財富。有網友質疑他，他就曬出了他的二妞媽湯靜，表示已經給他生了2個娃了，生活的相當滋潤。後來到底有多少人被他招募了，我們不得而知。徐波的众多女友之中，出現了這麼一個叫湯某的人。根據公布的消息啊，這個湯某名下持有的房產等各種資產加起來接近8個億，還給了徐波5個億，還有3個億在他手上。而這個湯某呢，很可能就是徐波早些年在微博上誇上天的二妞媽。互聯網上全是痕跡啊，什麼二妞媽不貪財，每個月生活費只有2萬，從來不找我索取。這個湯某啊，給徐波制造了一種錯覺，我喜歡是你的人，不是你的錢，哪怕你破產了，我也会跟你。湯靜在這個體系當中呢，實際上扮演的是一個大家長的角色，孩子數量龐大，母親各不相同，需要有人統一管理、協調運作。在徐波的認知當中，湯靜幾乎等於是後宮的皇後，是維繫這套畸形結構正常運轉的核心人物。也正因為如此呢，徐波曾經反覆把她捧成範本，用來貶低、指責其他女性，仿佛她是忠誠犧牲與秩序的化身。但戲劇性的一幕最終還是發生了，這被徐波誇到天上的女人，某一天帶着錢離開了他。隨之而來的是徐波強烈的反彈，他信心十足地將湯靜告上法庭，堅信憑借金錢、權勢和過往的關係，自己一定能把錢給追回來。然而呢，判決結果顯然是沒有如他所願，法院在審理後傾向於支持湯靜，核心理由在於，在多年共同生活、共同財務與事實的依附關係的基礎之上，湯靜與徐波已經構成了事實婚姻。那麼換句話說呢，在法律的視角當中，這並非簡單的捲款跑路，而是一段長期關係中的財產與權利糾紛。這個事件的當事人二妞媽也出現在了評論區，有這麼一條評論說，主軸是不是到時候希望這300個孩子直接進自己的公司打工？然後二妞媽說她就是這麼想的。我的媽呀，這個東西像看小說一樣，小說都不敢這麼寫呀！啊，他真主軸這個事兒幹的真的是有悖人倫吶，而且他跟那些孩子也沒有養育關係，他完全的規避了法律責任，他讓這些孩子能力不好的進他的公司裡邊打一輩子工，給不給工資另說。然後有一部分天賦強、能力高的孩子才能繼承他的財產。博主表示，在這一整套的敘事當中呢，生育早已脫離了愛與責任的範疇，而變成了一種圍繞培養繼承人的畸形工程。孩子不是被迎接來到世界，而是被當作未來的資產、權力延續的工具。據湯靜的說法呢，在這些孩子當中，只有被稱為大妞、二妞的2個女兒是由她親自生下，並且擁有正式名字的。那麼即便如此呢，二妞子出生後也從未接受過正常的教育。那麼至於其他的孩子，大多數也並非由母親撫養，而是交保姆集中照料。數百名男孩子在缺乏親情、穩定關係與情感回應的環境中成長。那麼除了徐波之外呢，《華爾街日報》在這篇深入的調查當中，還提到了另外一位中國富商，希望教育集團的總裁汪輝武。他通過美國的代孕生下10個女兒。他從模特、一位金融學博士和一位音樂家等人的身上購買了數十枚卵子。每枚卵子的價格在$6000到$7500之間。据接近汪輝武的公司的人士透露呢，汪輝武喜歡女孩子，他代孕生育這麼多女兒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長大後能夠嫁給世界領導人或者是有權勢的男人。另外呢，還有一樁案例，今年的7月15號，在南加州曝光一樁令人震驚的代孕醜聞。一對華裔夫婦，65歲的郭軍璇和38歲的蘇瓦張，居住在洛杉磯的阿卡迪亞。兩人以住宅地址注冊一家名字叫做 Mark Surrogacy 的代孕機構，而後呢，在全美各地，例如德州、佛羅里達州以及洛杉磯等多地，瘋狂地尋找代孕媽媽。之後，有許多代孕媽媽接單，並生下了21個孩子。但生下孩子以後，夫婦倆卻對孩子照顧不周，一直被剝奪監護權。
21個孩子全部被警方帶走，送往寄養機構。其中呢，代孕媽媽們都以為自己是在為一對因不孕而無法生育第2個孩子的夫婦代孕，結果直到最近，他們才震驚地發現，他們都是在為同一對夫妻在代孕，有的呢甚至是同時受孕。美國时政評論頻道主持人江峰為此評論說，中國富豪在國外利用金錢開路，通過代孕生產美國公民，目的是搞現代版的和親外交。在美國时政評論員江峰的節目當中呢，這個話題再次被點破。為了避免版權的問題，節目只以聲音呈現，畫面以左側人物照片、右側公開影片的素材方式結合，但內容本身卻是異常的沉重。華爾街日報近期深度調查，把一個原本只在私下流傳的現象推到了聚光燈下。頻道訪問多位知情人士，證實某些看似荒誕的安排並非是陰謀論，而是真實存在的操作路徑。在這些人的眼中，親情被徹底工具化。有人把兒子視為繼承家業的人力礦產，有人則把女兒當成是可以用於交換資源的高端外交禮品。代孕在他們那裡不是生命選擇，而是一種精密計算後的資產配置。這些中國富豪將代孕視為對當年一孩政策的補償式反彈。他們手握金錢與權力，在國內有體制庇護，在國外用資本開路，跨越法律、倫理與國界的限制，搭建一條灰色通道。更讽刺的是，這條通道並不只是屬於商人，甚至有體制內的高層被捲入其中。外界至今還記得前外交部長秦剛的落馬導火線之一，正是其在美國透過代孕生下私生子的事件。在中國大陸，商業代孕長期被明確禁止，但在中國富人的圈子裡，代孕已成為一種替代性生育方式。他們將目光投向美國加州等代孕產業成熟但監管較鬆的地區。而一整套成熟的美國代孕服務體系已經形成閉環，包括代孕機構、IVF 診所、律師事務所、月子護理、保姆公司，甚至提供新生兒接送服務。富裕客戶不需要親赴美國，僅需要將遺傳材料寄送到海外，即可完成整個流程，安排大批嬰兒出生，並且獲得美國公民的身份。每名孩子成本高達20萬美元。研究顯示，2014年至2019年間，國際客戶在美國使用代孕的數量增長了4倍。這其中呢，41%都來自於中國。美國目前對代孕缺乏全國統一的嚴格監管，大多數州允許代孕合同存在，但對國際父母的參與沒有明確的限制。這種監管漏洞使得跨國富裕的客戶能夠利用制度差異安排大規模的代孕過程。為此呢，部分美國議員提出立法，旨在對外國公民參與美國代孕設限，認為這是維護國家主權與社會倫理的必要措施。一些法官與法律專家認為，這樣的大規模代理孕母安排既不符合傳統的家庭定義，也可能帶來兒童福利與法律身份確認問題，從而在部分法院判決中出現審慎甚至拒絕侵權認定的情況。從倫理的層面來說呢，這一事件背後所折射出的巨大議題就是，當一個掌握巨額財富的個體試圖用他的方式去實踐一套極端且充滿爭議的價值觀時，其邊界到底在哪裡？這一次300個孩子的風波，更是將關於財富、倫理、生育權和個人的價值觀的激烈辯論推到了所有的人面前。這不僅僅是一個頂級富翁的私生活的八卦，更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了在巨大資源的不平等之下，傳統的家庭觀念、社會倫理和法律規範所面臨的挑戰。而在中國，雖然法律規定禁止代孕，但是在一些村莊，還是有很多女性為了掙錢，偷偷的為別人代孕而發家致富。究竟是時代變了，還是人格低了？來看看下面這位博主的說法。保費1個月2000塊錢，然後到3個月的時候會給1萬，從第5個月開始就每個月就2萬了。在河南的一個農村，一排排新樓高聳壯觀，但你無法想象的是，這一棟棟的房子都是家裡的女性靠代孕蓋起來的。一開始，極少部分女人通過熟人介紹，悄悄地瞞着家人說出去打工，1年後懷揣20萬回家，蓋起新樓，背起名包。逐漸的，代孕的生意越做越大，
甚至於在一個僅有2000人口的村莊內，90%以上的女人都跨入了這個行列。在訪問中，有村民不避諱地說，婆婆會主動勸媳婦出去賺錢，只要孩子生下來，錢到手，家裡立刻就能夠家和萬事興。在這種邏輯當中，孩子不再是生命，而是一筆回報可觀的交易。有人甚至把代孕當成一種循環的生意，錢到手就打牌消費，買名牌，等錢花光了再去懷一次，再生一個。當鏡頭轉向代孕女性本人，話語卻顯得格外的沉重。他們並非不知道風險與代價，只覺得別無選擇。有人直言，代孕1年能拿到10幾萬人民幣，而自己哪怕打2份工，每天工作10幾個小時，1個月也只能勉強攢下4000塊錢。對他們來說，這不是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問題。今天關於代孕的話題，人們都在做一個更深層的思考。當金錢可以跨越國界，繞過法律，重塑生育方式時，誰來為孩子負責？那麼這樣的孩子是否被認為是人？代孕的母親10月懷胎，真的沒有一點親情，只是一個生產工具嗎？還是那句話，當今的社會，人們不知道究竟是時代變了，還是人格低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